大家好，我是新源。一说到密宗，很多人对密宗的各种威猛的本尊感兴趣。密宗更有很多殊胜威猛的法器，比如金刚灵杵、月刀杵、骨笛等。而今天这张莲师传记里讲到了金刚诀普巴金刚的修法，普巴金刚咒更是威猛无比。这也正是莲师要去藏地弘法的缘起。因为刚开始弘法必然有很大的魔障，需要威猛的降伏法。后面大悲观世音菩萨附主莲师前往藏地，完成观音大士往昔的悲愿事业，内容非常精彩，让我们一起来听。莲花生大士从小在印度修行，帮助了很多有缘的人。后来来到尼泊尔地区，在查瓦查肖的地方稍作停留。有一个地方叫菩提泉，这里的水质特别好，所以冬天时也有鲜花开放。这里有4位女性的地神，不是所有的地神都是佛教的护法，但他们却很凶恶，经常无缘无故地伤害众生的生命。莲花生大士在这里停留时降服了他们，令他们成为普巴金刚的随从神众。之后他来到了郭夏商潭州，在普拉哈里的岩洞里住下。有一天晚上，密主金刚手出现在莲花生大士面前，对他说：莲花生啊，如果你想成佛，会遇到很多魔障，为了清除这些魔障，你应该去王舍城，在大狮驼林西南角有一座黑树林，在那里成就殊胜的妙法，这样你才能成佛。莲花生大士在30天夜晚后，得到了密主金刚手的指示后，立刻动身去了狮驼林的黑树林。突然间，烈焰在空中冒起，一只铁褐色的巨蝎出现在烈火之中，身体像钢铁一样坚实，有9头18只脚，每个头上有3只眼睛。莲花生大士见到这只大铁蝎子之后，献上贡品并请求法药。这只蝎子竟然开口说话：莲花生大士，明天晚上再来，我会传授你成就的妙法。第2天晚上，莲花生大士准时来到狮驼林，看到一个3角形的石头后，移开石头后，发现石头下面有木箱，里面有普巴金刚觉尊的经文，其中包括9种经序和18种降魔法药。莲花生大士快速的过目即得，其中一个眼睛代表1乘的经序，一个尖角即是1乘的妙法，总共有18乘的法药。这只铁蝎子实际上就是这18乘的法药的化现。金刚觉尊名为普巴金刚，在莲花生大士的传承中，与金刚童子一同降伏王。依体性而言，普巴金刚既是本初正觉普贤王如来双运幻化的金刚萨多所显现的愤怒化身。莲花生大士持有普巴金刚的觉法后，拥有了伏藏自在的力量。后来他被太阳雄狮王邀请，在印度菩提迦耶城住下，广泛传播教法，使无数众生实现解脱。春天来了，百花争相开放；冬天到了，万物安静隐藏。宇宙总是成住坏空中变化，法界万物随着生住异灭的轨迹，生命在生老病死中跳着无常的幻舞，有因有缘，世界现起，有因有缘，世间再还灭，这是法界的自然，缘起缘灭。有一天，莲花生大士在菩提迦耶的金刚座前，从三摩地中醒来时，一片菩提树叶正好落在他的眼前，于是他不禁感慨：缘起缘灭。这时候，金刚座前的石佛突然隐约对着他微笑，他心想：佛陀不会毫无原因的笑，究竟为了什么原因让石佛微笑呢？而且莲师通常都在宽广愉悦的心境中居住，今天为何居然有一点伤感呢？于是莲花生大士就进入了专注观察因缘的冥想状态。这时候突然间居然看到了一片广阔无边的大海，海水突然宛如摩尼宝一样的湛蓝清澈无污。这时为了建造自己的花园，天地间的各神们
开始了神奇的游戏。他们从各种方向将土地堆积到喜马拉雅地区，突然之间，地壳变厚了，大地被推出了海平面，逐渐升起。天神们欢喜地在隆起的平原上跳舞欢唱，天空也开始下起了无数花雨。地势天等神灵还点燃了闪电来增色，四季给大地带来了翠绿和繁茂。神明们变换出各种动物和长颈鹿和三尺马，在温暖的森林和草原中奔跑嬉戏。天神们尽情地喝着星乳、甘露和天酒，痛饮一番后，他们醉倒了，在如翠玉一般的大地上入睡。不久后，他们醒来了。虽然从狂欢到醒来，他们感觉只不过是很短的时间，但在地势天上的一天里，相当于人间的100年。人间可能经历了无数千万年。这时，他们兴致还没有尽，许多天神们纷纷跃进大海，继续推挤着大地。喜马拉雅也慢慢的升高，从1000米、2000米到3000米。劲头用尽后，只好暂时停下来休息。大地的形貌又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热带的林地变成了温带的阔叶林，四季更加分明，各种珍兽、奇禽、鱼类也变得繁衍。天神们有些疲倦地飞回天上，有些则从天上飞下来继续野宴。尽兴之后，拥有无穷力量的大地天神们约好举行一次大地的角力比赛。4位强大的天神变成巨大的身躯，跳进四周的海里，大声吆喝着。喜马拉雅剧烈的升高，竟然被推成了世界的山巅。不仅是地壳最厚的地方，也成为神明游戏的原地。天神们纷纷用明亮的月光插入天际的山峰上涂抹，形成水晶一样的宫殿，冰宫冰塔屹立，冰河万千里。天神们玩够了之后，回到了天堂。此时地上出现了地势、龙众和鬼神等各种非人的精灵，开始生活和玩耍。时间飞逝，雪域西藏上部阿里地区是光秃的铜山和皑皑的白雪，成为牦牛和野兽的嬉戏之地。中部卫藏地区是峭峻的岩石和广阔的草原，成为罗刹鬼神和猿猴聚集之处。而下部多康地区则是果树森林、大象和飞禽的居住之地。这些山脉和原始森林就像点缀在人体上美丽的珠宝一样，点缀着西藏的土地。然而，这些众生为了沉溺于享乐，任意制造了杀生等罪业。由于这些罪因缘的关系，他们即将陷入地狱的苦海，犹如铁桶一般无尽的苦境。这时，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突然微笑着看向正在冥想中的莲花生大士，并显现到了拉萨地区。他看到地下虽然是地狱所在，却能呈现出胜过不死之主地释天王所见乐园的美景。菩萨心中想，如果能让这里的有情众生大半成为人类，享受像天人一般快乐的生活，那就再好不过了。于是经过观自在的大悲心力加持，他变化为一只圣猴，并在观自在的救度力的影响下，与一只罗刹女配合，通过如同六道众生转生那样的方式，诞生了不同的6个孩子。突然间，时空无边无际地变化起来，迅速完成了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普贤金刚手菩萨这3位圣护主来到了莲花生大士的冥想之中。观世音菩萨微笑着告诉莲花生大士：心子啊，这是你未来开导的雪域，是由我的殊胜愿力赋予祝福的地方。你是我的化身，也要代表我为他们提供永恒的庇护和引导。你将在雪域建造一座最庄严的寺庙，仿佛印度高耸神圣的寺庙。说完，3位菩萨微笑着向莲花生大士致意。观世音菩萨在弹指间化为虚空，而一座庄严的寺庙也在眼前显现。这座寺庙名为欧丹多富离寺，又叫乌颠头寺，意为飞行寺。
而在西藏传承中，欧丹多译为高耸，寺庙位于烂陀寺附近，是印度婆罗王朝开国君主瞿波罗王建立的寺庙，与那烂陀寺、超戒寺等共同成为金刚密乘的法的中心。这座寺庙的缘起传说是这样的：很久以前，有一个外道修持密行者，当地修习起施法，即将成功时，需要一位标准的助手。于是他发现了中印度地区有一位修行密法的沙弥，符合作为助手的标准。他前来拜访这位沙弥，供养了黄金的曼荼罗，并希望他成为伴修的助手。在得到比丘和沙弥的同意后，他教导沙弥如何割断尸蛇，然后他告诉沙弥，在修成功后，尸蛇将变成一把金剑，手握此剑就能自由飞行。得到这把金剑后，你应该归还给我，尸身则会变成黄金，全部赠送给你作为报酬。果然，在修炼起施法的最后阶段，尸蛇很快吐出了2次，但是沙弥都未抓住。这时，外道急忙对沙弥说：“现在是尸蛇最后一次伸出来的时候了。如果你再抓不住它，尸蛇将会飞起，先杀死我们2个，再杀遍3界的无数生灵。所以你务必仔细注视，不能错过。”最终，沙弥用牙齿咬住了尸蛇，当舌头断下来时，果然变成了黄金的利剑。这时，沙弥将金剑抛向空中，然后他遇着剑光飞向须弥山王。他详细观察了须弥山4大部洲和各小部洲的地貌之后，将金剑交还给了外道。沙弥最终获得整个尸体所变成的黄金作为奖励，并仿照须弥山4大部洲和各小洲的样子，建造了著名的飞行寺。莲花生大士看到这座以佛法语庙为蓝本，围绕着须弥山中心建造的寺庙，周围有4大洲和8小洲等12座宝殿，左右各有一殿，象征日月2轮的宏伟光明大殿耸立在西藏的雪域，心中充满了欢喜。这时，虚空中传来观世音菩萨亲切的付嘱：“亲子啊，你此去的因缘非常殊胜，将使雪域的众生获得究竟利益，也使这里成为殊胜的佛国。但这次之旅将面对无尽的天魔、非人等8部鬼神的障碍，但无论何事都不会有障碍。广大的普巴金刚诀的力量，以及伏魔空行母所传授的降伏法，能够带给你各种吉祥，解除障碍，并让他们成为佛教的护法神众。”莲花生大士看着夜空中升起的蓝色星星，心中充满了悲喜之情。生死轮回终究是无常，只有无常才能不断的追求圆满，修行成佛，广度众生啊！星空中浮现出吉祥永固天成桑耶大寺，所有诸佛本尊空行护法都在天空的寺院中翱翔，这是诸佛给予的因缘啊！莲花生大师思考着，我一定会充分实现它。莲花生大师即将启程，前往这片曾受佛法润泽的土地。这里充满了原始的山脉、风雪肃穆的冰川和直插云霄的冰塔，莲石就像大日遍照的明灯，即将点亮这殊胜的法具，融化坚硬无名的冰山，形成佛法的大川，无尽的延伸。嗡贝玛班泽轰。西藏的天空十分湛蓝，稀薄的空气让人感受生命仅在呼吸之间，如此脆弱珍贵又无常。风放肆地吹拂，宛如吟唱着这片西藏土地的广大史诗。尘沙轻轻如雾般的飘扬，仿佛历史回到这片土地混沌初开之际。这期视频就结束了，下一期视频我们讲述观世音菩萨如何配合莲花生大士在雪域西藏弘扬佛法。